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早上电梯碰同事，昨天刚一起拼过奶茶，张嘴要打招呼，突然卡壳，你叫啥来着？只能硬着头皮笑，早啊，对方也笑，早。电梯里的30秒，比高考等成绩还煎熬。他朋友聊你新养的猫，发了8条视频，抬头发现他在刷淘宝。敷衍应2句哦，好可爱，想和新邻居拉近关系。凑过去说你家装修挺好看，结果人尴尬回，这是上一户的装修。我以前总觉得我天生嘴笨，不是社交的料，直到3年前翻了本老掉牙的书，戴尔·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，不是鸡汤，是把怎么让别人愿意理你，怎么让别人记住你拆成了能直接抄的社交通用公式。今天我把自己用了3年的实战版扒给你，保证看完出门遇到人再也不慌。先澄清个误区，人性的弱点不是教你讨好，是教你懂人性。卡耐基写这本书前，采访了1000多个社交达人，发现一个规律，所有让人舒服的关系，本质都是你满足了对方的被重视感。比如，你夸同事你今天的口红好看，不如说你上次涂的奶茶色也好看，但今天这个红更显气色，前者是敷衍，后者是我注意过你。比如你对朋友说，别难过了，不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件事，换我也委屈，前者是解决问题，后者是我懂你的情绪。这本书的厉害之处，就是把重视感变成了不用花钱、不用费脑的小事。今天猜3个最管用的必学招，保证你看完就能用。1. 比会说话更牛的，是让对方觉得你懂他。我之前做销售时，遇过个超难搞的客户，进门就说我没时间听你推销，直到我看见他桌上摆着个钓鱼竿模型，我没他产品手册，反而凑过去，哥，你这鱼竿是打瓦的吧？我上周去千岛湖钓了一下午，连条小鲤鱼都没钓到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长鱼点？结果他眼睛一亮，放下手机，嗨，你算问对人了。上次我在千岛湖的湾子里聊了20分钟钓鱼，最后他主动说，你刚才说的方案发我邮箱吧，我晚上看你看，不是你说的多好，是你聊了他在意的事。卡耐基说，每个人的注意力90%都在自己身上，你聊他的爱好，他的烦恼，他的小骄傲，比聊你有多厉害管用10倍。那具体怎么干？3个不用动脑的方法。1. 把我换成你，比如不说我最近加班好累，说你上次说的那个项目是不是快收尾了啊？问具体问题，别问笼统问题，比如不说你最近怎么样，说你上周去的那个露营地好玩吗？有没有蚊子？记小细节，比如同事说过我不爱吃香菜，下次点外卖帮他备注不要香菜。朋友说我妈最近膝盖疼，过2天为阿姨的膝盖贴了膏药没。这些不用花钱的小事，比送完贵礼物更让他觉得，哦，这个人在意我。有没有人以前总爱自说自话，比如一开口就我，结果对方眼神飘到窗外。有的话扣我以前就是，我看看多少人跟我一样踩过这个坑。2. 2个零成本技巧，让别人见你一次就记住。接下来这2个招，不用花钱，不用练嘴，只要走心，就能让别人过目不忘。1. 微笑，不是咧嘴，是眼睛在笑。卡耐基说，微笑是世界上最廉价的礼物，但最值钱。我以前总觉得微笑不就是扯扯嘴角吗？直到我同事小林给我上了一课，他每天早上都会对前台阿姨笑，张姐，今天的茶叶是你泡的吧？好香。对保安大哥笑，李哥，昨天你帮我搬的快递，我还没说谢谢呢。不是那种假笑，模仿假笑，嘴角僵住，眼睛没光，是眼睛弯成月牙。连苹果肌都在笑，结果全公司都爱和他玩，连楼下卖煎饼的阿姨都会多给他加个蛋。记住，真诚的微笑是你看见对方时真的很开心，比如看到喜欢的奶茶店，你眼睛会亮，那种笑装不出来。记名字比送礼物更打动人的小魔法。卡耐基说，名字是一个人最甜的词汇。我以前总忘名字，直到学了3个笨办法。1. 交换名字时重复3遍，比如对方说我叫林小云，你说小云，幸会，小云，你是做设计的吧？小云，下次约咖啡啊，重复比回家背10遍管用。2. 给名字加联想梗，比如王建国，建国等于国庆节，李敏，敏等于我妈用的敏感肌护肤品，再奇怪的联想都没关系，能记住就行。3. 聊天时多叫名字，比如小云，你刚才说的那家店，地址发我一下。建国，你上次推荐的剧，我看了，太好哭了。我用这招搞定过一个客户，第一次见面他说我叫陈海，我重复了3遍，联想成人民的名义里的陈海。第2次见面我叫陈哥，他眼睛一亮，你居然记得我名字，就这么简单，他成了我最稳定的客户。3. 会听比会说更赚，你越懂听，别人越愿意和你说。
靠在椅子上，掰着手指，最后这个招，是我最后悔没早学的，学会听，比说更能拉近距离。我同事小杨是部门万人迷，不管是老板还是实习生，都爱和他聊天。我观察了他1周，发现他没什么金句，就只会听。同事说我项目卡住了，他不说你应该这样，而是问具体是客户不同意，还是资源不够。下属说我觉得方案有问题，他不打断，而是说你接着说，我在听。客户说你们价格太高，他不辩解，而是说你觉得高在哪里？是和竞品比，还是预算不够？你看，他没说什么厉害的话，但别人就是愿意找他，因为被倾听是比被赞美更高级的重视感。那怎么才算会听？3个懒办法。别打断，就算你再想发表意见，也等对方说完。用身体语言回应，点头，眼神交流，偶尔说对，没错。复述对方的话，比如对方说我今天加班到10点，你说你是说今天加班到很晚，晚饭都没吃，这会让他觉得你真的懂我。总结，其实社交的本质是把别人放在心上。卡耐基在书里写过一句话，我记了3年，你想让别人怎么对你，你就怎么对别人；你想让别人听你说，就先听别人说；你想让别人记住你，就先记住别人；你想让别人在意你，就先在意别人。我用这些招3年，变化真的大。以前同事聚餐不叫我，现在会主动约我。以前和客户聊天总冷场，现在客户会主动找我聊家常。以前和我妈总吵架，现在她会说我女儿越来越懂我了。真的，社交不是比谁会说，是比谁更用心。不用你变成社交牛掰症，只要把别人放在自己前面一点就够了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，点赞关注，让更多嘴笨新人看到。我是书海时光，一个用笨办法搞定社交的普通人。我们下期见啦！